我們的保護卡改版咯，施工項目全面升級，未來將採用新版雙面保護卡，讓保障內容更完整，施工項目更清楚。那在影片開始前，記得幫我打開 CC 字幕。這是一台 Toyota Alphard，很多人都說它已經是最舒服的 MPV 之一，但今天我們要把整台車全部拆空，只為了幫它做全車的隔音升級。一台300多萬的豪華 MPV， 原廠到底有哪些隔音配置？接下來就帶大家從實測開始，一路拆到見底，看看阿法原廠到底藏了哪些細節。昨天也有測了一點，但是下雨，趁沒雨的時候趕快再來測一次。那昨天開下來啊，那個擋風玻璃都是雨的聲音，所以就比較難判別說它的噪音到底是哪裡比較明顯。但不過它的頂棚雖然說比CC好了，但是雨下下來也是一樣，都很大聲。那我現在這樣開起來啊，等於它是底下的噪音比較明顯一點，後箱共鳴聲比想象中的來的少，可是原廠对隔音有下功夫。不過我覺得它底盤的噪音還蠻大的，它會感覺底下震動蠻明顯。對，然後加上你現在在跑那個轟轟的聲音蠻大的。我們做那麼多阿法，竟然都沒有拍過實車影片，那這一次剛好有這個機會。不過車主已經開了5萬多了，也算是開一段時間。做個隔音，然後繼續再開10年。那個分貝數據啊，就提供給各位參考。實際的效果啊，車主自己體驗會比較準確。那我們就趕快把它開回廠，看看它原廠隔音用料到底用得怎麼樣。老闆針對全車的隔音，有研發一套特殊的工法，可以讓我們的隔音效果變得更好，就是多了一個步驟。而且這是否全車隔音才有的，就是因為有把它拆光了。哦，那就先講到這。輪拱呢，我們要先把內歸板拆掉。那它有很多種的螺絲，你都把它放到小盒子裡面去做分類。那我們做拆裝的時候才可以比較清楚哪個孔位是對應哪一種螺絲。那拆下來裡面非常的髒，就要先用我們的刷子泡沫把這些髒物全部都帶掉，對，來貼上我們的制震層。很重要就是我們的線路還有孔位、維修孔啊，都把它預留出來。這樣下一個在做拆裝的時候，才不會發現什麼這裡找不到洞，或者說找不到線路。那前輪的制震比較特別，就是我們連它前葉子板手摸得到地方都把它一併貼上制震層。在貼的時候一定要滾得扎實，讓它緊密的貼合鈑金，這樣子才可以有效吸收它的震動。那我們全部做完，就貼上我們的隔音墊，坐在靠近車室的地方。那前輪的話，就是坐在 A 柱。有些原廠的車子啊，那部位原廠就會把它填滿，像阿法原廠沒有做，我們就把它補回去。全部做完之後，就要貼上我們的保護，把我們的零件、線路把它包起來。為了就是我們等一下噴塗的時候，不要去把它噴到。也可以讓我們的完成品噴得更完整，要噴上我們的隔音塗層，把我們剛剛貼的隔音材料全部都包起來。它不僅只是保護我們材料，還可以防水防鏽，更可以增加我們隔音的效果。那接下來我們就是看它內歸板的部分，它的前輪啊很特別，一半是塑膠的，一半是絨毛。它在絨毛的地方加上了吸音棉。後輪是絨毛的材質，但是什麼都沒有。怎麼會往左的地方沒有給吸音棉嘞？可能前輪他們覺得比較吵吧。哦，因為前輪它跟引擎室是連通的。那我們把它的棉換成我們高效吸音棉，全部做完之後再噴上我們隔音塗層。這樣我們輪拱總共就是5層，第一層制震，然後隔音墊、隔音塗層，內歸板上有吸音棉、隔音涂層，5層的工法讓這些噪音阻隔在外。那我們現在就等它乾，把它復位起來，就可以準備把它拆內裝，看它裡面原廠用了什麼隔音材料，到底藏什麼好料嘞？我们把阿法的裡面底盤全部都拆空了。首先就是它的椅子非常的重，然後裡面的線路也非常多，跟一般比起來非常難拆，因為它有很多的零件，但它是航空座椅，要舒服，所以裡面很多各式各樣的零件。然後我們把地毯掀起來之後，它原廠有這個雜花棉，但它跟一般的不一樣，它的材質是比較扎實的，有一點像海綿，像賓士底盤會有的那種海綿，但賓士的更厚。全部掀起來，發現車主本來打翻咖啡在裡面，從駕駛座一路流到後車廂都有。
真的是還沒深白也是蠻厲害。那清潔完之後就上我们的制震槽，可以看到它的底盤構造非常複雜，我們一定要把孔位開確實。那你看它的角度非常的多，我们就要用各式各樣的滾輪去把它滾扎實。那我們前面也把它雜花棉掀起来，把它延伸過去，就是前面那個腳踏板的地方，讓它的效果更好，完整性也比较高。那阿寶後車廂它空間很大，那我們就是做備胎室左右兩側跟後葉子板的地方，還有內輪拱的地方，這樣做下來跟外面的輪拱可以達到一個相輔相成作用。那輪拱就5层，要加內輪拱就6層，它內輪拱還有棉呢。然後對耶，7層了，這一個輪拱做7層，這樣子它隔音效果就會非常的好。那我們制震全部都貼完了，就可以來貼我們的吸音棉，把這些制震覆蓋起来，把底下的震動把它抑制下来，再加上我們的吸音棉吸收這些噪音，非常期待到时候我們上路實測它給的感覺是什麼。我們已經做了輪拱、底盤還有後箱，這樣底下的噪音完全整個覆蓋，這樣它的隔音效果就會是最好的狀態。那我們今天進度就是先着重在底盤跟後箱。因為它的飾板啊，全部都是連接在一起，我們這樣一起拆裝，對於施工來說會比較方便。那我們把底盤做完，就可以來做我們門板跟頂棚，那這兩個項目就可以同時進行，這樣速度也比較快。阿寶的門板非常的大，先把它拆下來之後啊，它的防水布竟然還有一層棉，然後它的背面也有一塊，看起來像是墊着鈑金，不要發出異音的那一種。飾板上，它原廠也有附棉，原廠在這邊設計非常細心，但是車主覺得還不夠，要加上我們的制震材，裡面一層，外面一層，門飾板上再加上一層我們的高效吸音棉，這樣子原廠的隔音加上我們的隔音，直接雙重享受，把它結合在一起，讓隔音的效果更好。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頂棚，對阿寶的頂棚非常大片，而且它有很多機關，還有電視，壓到頂棚的飾板都要把它拆下來。它的用料也比較紮實，它的設計呢，它有附魔鬼棧，就是讓你固定在車頂上。那把頂棚拆下來之後呢，我們就可以貼上我們的制震材，把制震材滾扎實，這樣我們下雨在震動的時候就可以吸收掉它的噪音。那制震全部貼完之後，就可以上我們的賽普勒高效隔熱吸音墊，讓它有隔音的同時又有隔熱的效果，夏天梅雨季的好選。不然董事長坐在後面，下個雨電話都不用講，好到爆。那時候去試車的時候也有遇到下雨，就聽到車頂一直咚咚咚咚咚。那我們現在全部的材料都施工完成，可以來做復位的動作。那因為我們都有把螺絲分門別類，等一下復位就可以很快。最期待的環節，那我們全部復位完之後，就要來做我們電器的檢查，比如說窗戶、電燈等等，把全部的電器測試一遍。那全部復位完，我們就插個電腦，用電腦檢查看看我們裡面制震全部做完。現在我們就來填補外面車門的縫隙，讓左右兩邊的風切聲降低，氣密性提升，讓它達到最完美、最平衡的隔音效果。等今天的工作都做完之後呢，我們就可以去上路實測。剛剛開下來啊，會覺得很明顯感覺到它的底下的噪音呢變得很悶，共鳴層就沒那麼大。對，而且我覺得底下的震動有變小，感覺聲音變得比較遠，而且左右兩邊的風切聲也有改善。那你開車會靠着門邊嗎？沒有注意。我剛剛這樣子靠着啊，我是覺得說它一樣是那種震動的感覺，好像有變比較小一點，就是跟底盤的那個震動感還蠻像。所以它本來整台車都很正哦。對。剛剛測試喇叭的時候，感覺它的音質很好，感覺很像在家庭劇院，整個聲音很乾淨利落。對，不過這種大車，畢竟它的撞風面還是蠻大的，就是剩玻璃，有時候如果你風比較大，對，就會有一些撞風的聲音，就是因為我們其他地方聲音都變小了，所以會感覺那個擋風玻璃的風聲變比較明顯。現在講話就不用那麼吃力了。對，直接變 LN 了嗎？應該沒那麼誇張。那我們隔音工程就到這裡結束了。如果喜歡我們影片，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底下留言想看什麼樣的車款，說不定下一台就是你的車。